Hello， 各位朋友，欢迎回到阳台小花园。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蝴蝶兰是怎样重新上盆的。右边呢有一个小盆子，是我自己制作的蝴蝶兰的新的花盆。大家可以先去看上一部影片，了解这一个瓶子是如何制作的。那我们就开始蝴蝶兰重新上盆吧。接下来啊，是上盆植料的介绍哦。这是拿来增重的石头，避免植栽倒伏。石头的购买啊，可以从园艺商店啊，或者是网络上面购买。那第二个材料呢，就是木炭。木炭啊，也可以在网络商店购买。然后我买的话是搜寻碎木炭，它的体积啊，大概是2到5公分不等。如果比较大块的话，可以用手把它掰小块一点。我会挑选啊类似大小的，像是比较大的木炭啊，会把它填充在底部，把质料垫高来。第三个材料啊是发泡炼石。发泡炼石又名陶粒。发泡炼石的尺寸可以参考这边。每一个品牌的尺寸啊，规格会不一样。那我主要是选择8到12 mm， 或者是4到8 mm 的。我为什么会选择发泡炼石还有木炭作为我的质料呢？主要的原因啊，是它们比较不会随着时间啊风化啊崩解，所以啊就不太需要再更换新的质料。如果像是使用木块啊，或者是椰纤之类的。填充在里面的话，久啊，它们就会变成比较呈现粉状的。那个时候啊，就要重新更换质料了。还有最后一个，就是铺在蝴蝶兰盆栽表面的水苔。这些水苔啊，都是从蝴蝶兰植株上面原本就附的水苔。那我把它拆下来之后啊，会帮他们把这个水苔啊播散开来。然后让它自然的干燥，等到要用的时候啊，就会拿起来帮它做铺面。所以水苔是可以重复利用的。以上啊，就是我的蝴蝶兰啊上盆的质料介绍。上盆前我会先测量一下蝴蝶兰的这个花梗有多长，这样子啊，明年抽花梗的时候啊，我就可以帮它预留相当长度的铁丝啊。它上面的话是显示是32公分。这一盆蝴蝶兰啊，之前倒伏的时候啊，导致这个花苞啊撞断了，所以就不会再孕育新的花苞。那另外啊，也有像这一些地方啊，陆续都有花朵枯萎了，所以我决定让它休息一下，我们重新帮它换个盆子吧。那换盆之前，我们就先把铁丝拿掉。剪花梗啊，我会剪在比较高的地方。我不期望它再长出刺花梗来，所以我会先把这个剪掉。剩下的啊，让它慢慢的吸收蝴蝶兰茎上面的营养啊，还让它慢慢萎缩。剪下来的蝴蝶兰啊，还可以插到水瓶当中哦。接下来啊，是拆蝴蝶兰的水苔。有一些视频主啊，他们拆植料的时候会戴手套，不过我觉得戴手套会影响我的操作。我拆这一些蝴蝶兰的水苔的时候啊，我都不太会戴手套。那我们可以先来观察一下这个蝴蝶兰的根，像这个地方，这个就是所谓的空根，因为啊，在蝴蝶兰开花的过程当中啊，营养分啊跟水分比较供应不上，主要是养分啦。养分比较供应不上的话，它这一根，它这个根啊原本胖胖的，然后就会开始变得越来越干，然后最后就扁掉了。所以啊，我们可以从蝴蝶兰的根啊来评估这个植株啊
的整体健康情形如何。那你看到这边也有长出新的根哦，小根尖。如果水苔摸起来很干硬的话，就要先泡一下水，泡个5到10分钟让水苔可以充分的湿润之后再进行拆水苔。我们可以看到下面有垫一个抹布哦，这样子可以避免那些水苔的渣渣整个散的到处都是，比较好整理。那我就找一个比较没有根的地方把这些水苔慢慢的抓出来，不急慢慢拆水苔。我都会把水苔拆干净哦。拆完了之后是不用特别去冲水有时候拆水苔拆不开的时候就可以再看一下这些根的方向把这些根给松一松就会比较好，再找到新的方向。不然的话，你也可以先把这个空根、扁根先剪掉，这样就会有多出来的空间可以理一理。那像这一整条根，我就会摸我就摸到它扁掉的地方，把它剪掉。那因为它原本它上面有覆盖水苔所以上面的根就比较不会过干。不然普通的话，盆栽上面的根是会偏干的。那像这拆下来的水苔，我觉得看起来还可以啦。我就会把一些有根的地方给剪掉，然后剩下的水苔也都可以重复使用。看，这样一盆蝴蝶兰有超多水苔的，它的根断掉，那没关系还会再长新的根。就是慢慢拆如果拆累了也可以休息等一下再去拆。就是手保持轻巧。那如果说它的根有折到的话，也没有关系哦。蝴蝶兰没有想象中那么脆弱，只要维持合适的湿度还有给肥它们就会长得蛮快的。好了，拆好了，你看一下它的根是这样。那上面这些小屑屑，我如果能够把它用干净的就用干净。中间它这个细细的这个像小细线这就是它之前的根像是干掉不然就是烂掉就会留下这个小小的小细线。我也会把它修一下，不修也还好啦。那中间的这个根我就会摸一下，是硬的，所以就可以留下来。如果是软的话，表示就是烂根了，那个就要把它修掉。那修下来，假如我有剪到中间这个部分的话，我就会撒上肉桂粉，帮它做杀菌。那我们可以看到蝴蝶兰这里会有小叶子。我是不会随便把蝴蝶兰的叶子拔掉了，我都是等它的叶子自然掉落。那小叶子嘛，你就可以想象成它是以前营养比较不够然后发出来的小叶子。那等到它适应新环境之后它就会把小叶子给代谢掉，它自己就会脱落了，所以不着急，我就可以整株这样子上盆。那这边的水苔还可以再拆得更干净一点，不用特地泡水，也不用特地清洗，就这样拆。那我的上盆的话，因为它的根看起来是有一点点微湿是不会到很潮湿，没有很胖胖的那种根，所以我现在就是直接上盆了，也不用再等个1个小时或是2个小时。那用这个小抹布的好处就是可以把这脏的屑屑就全部拿起来，包起来就可以拿去丢了。接下来进行蝴蝶兰上盆操作，会先在盆子底部先放上增重的石头，然后再放一些木炭铺底。木炭跟发泡炼石的比例没有一定像我今天上盆的话是木炭比较多，发泡炼石比较少因为我的发泡炼石快用完了。然后就看一下高度如何。那可以先把蝴蝶兰放上去，然后再把木炭倒进来。
倒进来之后啊，就抖一抖，还是可以从后面倒啊，都可以啊。就这样抖一抖，把它抖进去，拍一拍。这里啊，这里还有空空的啊，就要把这边再填一些。发泡炼石啊是圆的，那木炭啊是不规则长条形状的，所以啊，木炭啊搭配发泡炼石的话，就可以尽量的填满空隙。那如果说觉得这些小叶片啊碍事的话，也是可以把小叶片拔掉，也没有关系。不过太大的叶片，我还是会倾向把它留下来了。然后抖，还是下面放一个小盆子啊，就可以接掉下来的木炭，还有发泡炼石。我会尽量啊，拿木炭把这些根啊跟水苔的接触之间做一个隔离，这样才不会根太湿了。不过它是表面的根也还好。那水苔的话，不是用那种刚剥下来整层厚厚的那种水苔啊，你要把它剥散哦。让它松松的、散散的，可以保持潮湿，但是又不会太过于厚重。然后这边空空的，这个也都要覆盖水苔，松松的一层就好。我平常没事啊，就在看蝴蝶兰啊，然后就会再拿一些水苔帮它们补上去，都是松松的哦，根中间不要弄了一堆水苔。这样比较容易会烂根。好了，那蝴蝶兰上盆完啦，我们就可以看到，因为这个容器是透明的，我们就可以在这里看到它的根。这一点点的根啊，日后啊就会长出新的小根头来。这些都可以观察，很方便观察。你看下面也有铺石头，下面的水就可以蓄积在下面，然后就有水蒸气蒸散起来，让根吸收水汽。那跟大家分享一下是如何浇水的。我现在是晚上上盆完嘛，那我到隔天早上我再浇水。那刚上盆完的这一个礼拜呢，浇的是清水。过一个礼拜之后啊，就会开始跟大家一起浇灌薄的肥料水。肥料水的比例啊是先浇完清水之后啊，再用一点点的肥料水，像是挤调味酱一样啊，在上面挤上1:3000倍的肥料水。那以上就是我的蝴蝶兰上盆操作。有什么问题啊，可以在留言区留言哦。那就先这样咯，拜拜。